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4.66，收盘价是229.8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1.45，最低价是在223.8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7194.4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8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继续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下方是在5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，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反转向上，然后继续上行。那上方呢是在231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相对高的位置，留下了上影线。那收盘价呢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么不足之处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线型，然后呢成交量不足，那通常日后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，可能会有回档的走势。那么如果股价回档，下方的目标就是217，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。那如果股价继续反弹呢，上行的压力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33，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这将是股价继续反弹的强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30附近，或者收盘价会在23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18附近。实际在9月12日，收盘价是在229.81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是基本相同的，仅仅是走势不同。因为我们预测的反弹应该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而实际的走势是当日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盘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的价涨量缩，然后又含有长上影线这样一根实体中绿 K 线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03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的强支撑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217，还有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210。那么这两个位置是股价到达203之前的强支撑，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。那么如果
203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82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68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，依然是235。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233将是强压力。那么如果235被站上呢，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会出现新高。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56，这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，真正的目标是271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9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设定的位置是226，它既是9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是这根吊人线实体部分的中线。那么在9月12日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是很容易收高的。那实际在当日在出现大幅的低开盘之后，回踩到50日均线值啊，然后股价即被拉升，那在盘中一直是在226上方运行，因此收在了高位。那到了9月13日，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含有上影线实体中绿 K 线实体部分的上沿，其实也就是它的收盘价在230附近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在9月13日，股价如果能够在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也就是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，然后遇到230，然后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，甚至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30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9月5日收盘价230%5%进场强反弹，在9月10日收盘价226%5%加仓还是强反弹，然后在9月11日收盘价228%5%加仓还是强反弹。那么这15%的仓位成本价是在228附近。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是从230到上方的233或者到235。我们守止损位之前给出的是守217和210。那么到了9月12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最高是在231.45附近。那也就是到达了我们的获利目标。如果在盘中没有获利出场呢，那么这个仓位很可能会继续持有。当然如果获利出场，那么现在应该是平仓了。好，那么到了9月12日收盘价在229.81这个位置。对于多头来说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也不可以初次建仓的。理由是虽然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呢继续出现一个上涨的走势，但是呢成交量不足，这根 K 线又含有上影线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是很容易做头的。那么在这个位置呢，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初次建仓的。好，那么如果在9月12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，那我们之前的这15%强反弹的
多头仓位呢还是继续持有的。那么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依然是230到上方的233之间，这是获利目标。然后到了9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仍然守217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当然可以守210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的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目标它要守的目标就是233和235，这是它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的目标下方是目前来看是217和210，当然还有下方的203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9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233到235，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缺口的中线240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56。当然，我们认为在9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31附近也是压力位。好，这是上方的4个压力。然后呢，下方我们再来看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224到226之间，在这个区域，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20到221，在这个区间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包括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是从217到218。第四个支撑是21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0，在这个位置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18。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227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0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